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这个是我们的白金攻略影片。那这次要讲的游戏是《恶灵古堡9安魂曲》。那这一份攻略主要就是让各位白金猎人在获得白金奖杯的过程中可以更加轻松简单。所以呢，我会把网络上的一些重要的影片啊，或者是白金奖杯路途中的一些坑点都集结在这份攻略上面。那直接告诉你说，我们在这个奖杯上面，你去看哪一支影片最快，或是直接参考哪一份攻略最快，让整份攻略都尽量简单易懂。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我在打完这个游戏的白金心得的话呢，请你参考我们的另外一支影片。那这一份攻略呢，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来跟大家同步一下。第一点呢，就是剧情的泄露。这一份攻略不会有太多的剧情泄露，也就是说，譬如说，可能有些奖杯是包含重大剧情转折，或是你需要有可能打败重要的敌人啊，或者是这些比较重大的剧情泄露的奖杯呢，我会先把它全部隐藏起来，等到最后我再一次跟大家同步说有哪一些就是重要剧情的奖杯是最后我们再一次讲，然后在开始最后剧情的那种奖杯讲解之前呢，我会给大家有时间离开，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但是毕竟我们做攻略嘛，不太可能说什么游戏里面的东西都不提到，所以一些基本的系统啊，说是地图啊这种东西可能还是会提得到。所以说呢，如果你完全不想要有任何的一些被剧透的感觉的话呢，那就请你大家等玩完一轮之后再回来看这个攻略也行。那第二点呢，就是整个核心的攻略目标，我们是以省时间跟轻松为主，所以说呢，我会尽量跟大家讲说，可能你在第一轮需要注意什么，第二轮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是说在某些奖杯可能是比较困难的，然后有些奖杯可能是需要特殊操作的，那这种东西呢，我会跟大家讲，然后会跟大家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比较快速的获得这些奖杯，那以及我们会尽量避免去遗漏，也就是说可能有些东西收集类的，那我会告诉大家怎样收集是最快的，所以有以上的准备的话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白金攻略影片吧。好，那首先我们先简单过一下这个白金影片，应该说我们简单先过一下游戏资讯。首先呢，《恶灵古堡9安魂曲》重要，就是算是系列的一个新里程碑吧。那总共的白金奖杯以外呢，是有50个奖杯。白金的难度，我个人认为大概在3到4颗星而已。那我这边大概给个4颗星，因为它是需要多人完成的。那白金的时速基本上是可以抓在17到25小时之间的，就看你的周目数。那这最少的周目的话，是可以2周目就把它打到白金的。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想要2周目的话，一定是需要提前准备攻略影片，然后照着攻略影片去走，才有可能在2周目的时候打到白金。那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第一周目完全是自由玩的话，这样的话基本上应该都是3周目起跳才可以打到白金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暴雷分级系统，我们这里底下会有一些奖杯是会涉及暴雷的，所以说呢，请大家自己注意一下。那下面呢，首先是剧情流程杯，就是这六七个奖杯全部都是剧情流程杯，也就是说你会到达一些特定的地图，然后像是疗养院啊，然后或是城市啊，或者是万雄市啊，然后这一些就是你实际上你只要经过了，就是它就一定会跳杯，所以我们就不特别去讲这一部分了。那战斗流程杯的话呢，这个部分的话我就觉得比较简单一点，像是第一个存放物品，这个也是几乎是可以说是流程杯啦，你一定会使用到道具箱的。然后末代打字存档这个部分呢，就是你要在玩到最高难度的时候呢，你还可以拿到末代。所以如果你一开始玩的可能是中等难度或是轻松的难度的话，你是可以无限在打字机存档，你是不会使用到末代这个功能。所以如果你第2轮、第3轮你要拿白金的话，这个基本上也是流程杯啦，你一定会用到末代打。就是末代存档的这个功能，下面这个也是流程杯，就是撬锁工具撬开抽屉，这个呢就是你基本上你记得，你当然有可能完全没有使用到任何撬锁的功能，但是你只要有记得这个奖杯的话，你就是基本上是流程杯了。以溶血器、注射器打倒丧尸的话呢，这一点我觉得算是比较麻烦一点点的，就是说你在玩女主角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道具是溶血器，那这个溶血器是可以直接把僵尸一击必杀的，所以你这中间如果你想要比较快拿到的方法的话，就是你直接用这个溶血器，你在任何一个场景下，只要干掉一只僵尸它就可以了。然后比较好的做法的话，可能是去打比较大只的僵尸这样子。那这个我基本上也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偏向流程杯了。然后分析协议样本解锁合成配方，这个基本上呢也是你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你会拿到那个样本，所以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流程杯。用采血器合成物品这一点呢，跟游戏内有个挑战是稍微有一点点冲突，有个
挑战是完全不使用采血器去就是进行攻略，那这个会受蛮多的点数的，点数可以在你破第2轮或第3轮的时候去换更多强烈的道具，像是无限子弹啊、火箭筒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需要用点数换的。所以如果你要同时解这2件事情，就是你又不要用采血器，又要用采血器去合成物品的话呢，你可以用存档跟读档的方式。那在这款游戏里面，其实大部分的奖杯都是可以存档读档去让它跳完之后你再读回去，你不会打乱原本的就是你的攻略节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譬如说你先这一周目可能是不使用采血器去打倒僵尸，你预想要是这样玩的，但是你又想要解这个奖杯的话呢，你就是你在存档的时候呢，先存好档，然后你直接去用采血器打倒僵尸，然后再读档回来。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一轮还是不会计算到采血器的，所以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SL 大法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下面这个累积感染血液量300，这个就是你使用采血器之后，你可以在僵尸身上采到一些感染的血液，所以你只要有踩到了300点，它就会跳这个奖杯。所以这个基本上你有在用采血器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流程杯了。下面这个用安魂让女孩暂时无法行动，这个呢，其实就是你在过程当中你会拿到李阳的枪，就是李阳的安魂曲，然后你如果用女主角去攻击，你在游戏过程中算是一个大怪吧，反正它很明显啊，你在过程中你很明显就看到这是一个大怪，然后但是怪它是有点像是类似之前的那种暴君的角色，就是你攻击它是不会死的，就是你打它是没有用的，但是你用安魂曲的话可以让它暂时停止行动，所以这个奖杯也算是比较简单可以解，就是你只要拿到安魂曲，然后开它一枪，它就会直接跳杯了，所以这个算是简单的一个。流程中可能不一定会用，因为你可能知道说它不是要打的怪，然后你就从头到尾不用浪费任何子弹，不浪费任何子弹去打它。但是如果你有意识到这个奖杯的话，你就是只要开一枪就可以解决了。我觉得算是还蛮好解的，但是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说，有这个奖杯要去攻击它。然后招架敌人攻击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就是你只要用李阳的斧头去抗一次对方的攻击就可以拿到奖杯。然后投掷敌人掉的武器，这个也是流程杯啦，敌人会掉一些武器装备，不是武器装备，可能是斧头啊，或是一些可以丢的东西，反正你靠近它李阳就会把它丢出去，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流程杯。然后用斧头处决达到3个箱子，这个就是流程杯，你只要用斧头，然后靠近它，然后使用处决技的话，只要成功3次，它就会跳杯了，所以这也是蛮简单的。在补给箱购物，这个呢是李阳的一个商店吧，就是他在补给箱的时候可以用点数，就是他在里面杀僵尸会获得一些僵尸点数，然后那个点数可以在补给箱里面买一些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你只要有用过这个功能，它就会跳，也算是流程杯。改造武器也是，就是你只要有在游戏里面改造过一次武器，它就会跳杯，所以也是蛮简单的。然后合成的话呢，这个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个人是建议你可以直接照着那个列表，就是你稍微记一下你合成到哪一个，比如说可能一开始可能是什么绿草。然后绿草加绿草，然后绿草加3个绿草，只是类似这种就是基本的合成清单，然后你就一路合下来，然后把里昂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合一次，它就会跳杯了。然后这个就是你稍微要记得啦，但是你就忘记了，你可能破完1轮之后，你读档回去，你可能在最后一个存档点左右那边也还是可以处理掉这些合成，因为你身上的资源应该都是溢出的，所以这个东西也是还算是蛮简单的。然后在安魂一发打倒3个敌人这边呢。这个我觉得可能就稍微需要，安排一下了。那我这边建议是在开场的时候，你第一次操控李阳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蛮多僵尸的一个场景。那在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就直接在那边把这个成就解掉。当然，如果你后续你第2轮才要解的话，我觉得也算是很快就可以拿到的，就是因为他在李阳篇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会拿到就是安魂嘛，所以你要用。按那个地方，你就一发去稍微绕一下，就拖一下过来，然后一发把它3个僵尸清掉，就可以跳杯。虽然是小麻烦，但是还 OK 的一个奖杯。然后呢，打倒主线疗员，打倒一个主厨僵尸这边，它是在女主角的一个场景下面，然后会有一个是算是。他就是主厨，没错，反正他就是一个主厨啦。然后那个僵尸基本上他血量很厚，所以你在女主角篇章的话其实是不好打的。然后这边基本上我建议就是你用 SL 大法，你就是直接把身上所有的最强的火力一次拿出来，然后你直接过去把它打爆之后读档回去，然后你就可以不用耗任何子弹，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奖杯了。然后还有一个肥硕僵尸，肥硕僵尸基本上也是在女主角篇章里面会遇到的一个算是拦路的怪吧，反正。
在女主角的篇章里面有几个不同的区域，所以那些区域里面分别就会有一只这种追你的怪，然后这些怪其实理论上来说都是可以打倒的，不是理论上来说啊，实际上就是可以打倒的，所以它的这些成就就是要去打倒这些看起来不能打倒的怪，然后这些怪基本上呢都是火力需要很强，所以我建议就是你在女主角离开区域之前，就是它最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哦，你解完这个所有的机关了，那你可以离开这栋房子，类似恶灵古堡一直以来的这种惯例嘛。但是他离开之前呢，他就可以拿到一大堆的火力，所以在这拿到一大堆火力之前，你就可以去解这个奖杯。我觉得算是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达到了。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用上面刚提到那个奖杯那个溶血器嘛，溶血器基本上你也可以拿这个东西去戳那个。不管这个肥硕的僵尸或是主厨的僵尸，这两只僵尸都是可以用溶血器去比较轻松的打倒的。然后肥硕僵尸我记得要戳3下吧，然后主厨僵尸戳1下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独挡的时候呢，直接用这个溶血器去快速解决掉的一个奖杯。累计打倒300敌人，这个基本上你过程当中你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机会打不到300只，就是算是一个流程杯了。就是你只要有正常的看到僵尸你可能都会打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可以拿到300个啦。当然，这个也是可以一直 SL 的，所以它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刷的话，你是可以直接用刷的，没错。但是我是觉得你，因为基本上我们至少都要打2-3轮，然后剧情当中固定的那些僵尸就蛮多的，所以你不太需要特别去刷这个300个敌人。然后这个累积到2万点数，这个就可能需要刷一下了，因为这个奖杯它同时也会绑一些。那个破关之后的点数，就是你可以拿来换无限子弹的那些点数，所以如果你可以直接刷出来的话是最好的。那这个刷法就是你在里昂篇的时候，他会给你那些点数嘛，然后你点数你是在每次到那个道具箱，就那个商店道具箱之前，他会结算，所以刷的刷法是你直接先存档，你在存档完之后，你去读那个箱子，然后他就会把那个点数送到那个箱子里面嘛，然后就结束了。正常情况是这样，然后这时候你直接读档到送点数之前。然后你就可以把点数再送一次，就是你一直读档到送点数之前，然后因为这个游戏里面所有的成就的那个累积值都是累加上去的，所以你只要不断的读档，就可以把这个累积值一直累加上去，然后你这个大概重复个10到20次左右吧，蛮快的，因为 PS5 读取的速度很快，所以你只要一直重复的这样子读档，它就可以把这个点数累积到满，然后就会跳这个成就了，所以我觉得还算是蛮简单的。然后这个东西要刷的话，你就建议是在可能你打完一大堆僵尸，然后清完一大堆怪之后，然后你就知道这一次你的那个点数会累积很多，然后你就先存档，然后再去商店里面把点数存进去，然后再读档，然后再把点数存进去，然后不断重复这个流程就可以了。所以算是简单的一个奖杯啦。然后采血能人这个呢，就是它需要你采5000点，然后这个也可以刷的方法跟刚刚那一个。就是大客户的方法，刷方法一样，就是它在游戏里面会有个道具是血袋，就是感染者的血袋，然后血袋你用下去之后，它会直接跳点数，所以就跟刚刚的做法一样，你先收集很多的血袋，然后你先存档，然后把血袋全部开完，开完之后呢，再重新读档回到开血袋之前，然后就重复这个 loop， 你就不断的在把血袋读出来。的这个过程，那你这个可能重复个5遍左右，5到10次左右，大概就会满了，所以是一个还算是蛮简单的一个奖杯，所以这个也是流程中你在过程中你可能玩女主角玩一玩，你血袋够多了，你就先全部存在那个仓库嘛，然后存个档，你就开始刷，收完之后就可以那个跳成就了。好，收集杯呢，下面这边。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也算是恶灵古堡的老传统啦，就是会有那个晚熊先生在那边跳舞，然后他的游戏过程中总共会有25个晚熊先生，所以这些晚熊先生全部都要达到，然后你很多地图地方是过了就没有了，就是你可能过了场景，这个场景没拿到它就没了，所以这边是基本上是需要看着攻略才有办法拿完全部的啦，就是你再怎么找，我觉得应该也很难一轮就全部找清。然后这个地方我建议就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是玩2-3轮的人的话，就是第2轮的时候你再去收集就好，就是你第2轮看你要玩最高难度或是玩最简单的难度都可以，反正就第2轮再去照着攻略影片，然后去把重复的这些黑白网球先生全部打掉。然后这个打倒所有43号植物幼体，这个我觉得很接近流程杯了，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把地图所有物资都会清光的人的话，那这个43号植物的幼体会全部都在你那个地图上面的宝箱前面，所以还蛮简单的，就是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花跑出来，所以这个东西要打是蛮简单的。但是如果你是那种直冲主线型的玩家的话，可能会漏，但是漏的
话呢会比较麻烦，因为这个东西它在整个游戏流程的比较后面才可以打得到，然后你过了这个地图它就没有这个东西了，所以你要是没有全部在这个地图清完的话，就要到在下一轮才可以解掉。但是如果是打到第3轮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蛮简单的，因为你后面的火力很强，然后这个东西蛮弱的，所以只要注意一下的话，应该是还蛮好解的。下面呢，开所有的保险箱，这个呢也是我建议就是这个浣熊先生保险箱、BSAA 集装箱所有的档案，这4个奖杯，我建议就是1轮直接把它解掉，然后看你一下在第2轮直接解掉所有的收集杯，还是要在第3轮。那当然，你如果比较想省时间的话，你第1轮其实可以去看上面，我会再贴一个影片，可能在这边或这边吧，我不知道，反正在上面呢，我会再贴一个影片，告诉大家，B 站上面有个 UP 主很完美的把所有的流程全部都一口气解完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看这个影片，跟着他跑就对了，就是把所有的流程，也是把所有的收集品也是1轮跑完。然后呢，像是什么欣赏所有模型，这个呢就是比较简单。你在全破之后，你会开那个兑换商店嘛，然后兑换商店里面就会有一些原画啊，然后一些模型啊，然后或者是音乐吧，我记得，反正就是一些东西，你把它全部换完之后，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奖杯了。然后还有概念美术，这2个奖杯基本上就是一样的啦，就是你只要在过完1轮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拿到点数，有点数就可以去换这里面的一些模型跟概念美术。然后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白金奖杯的那个截图是特定的一张概念美术的截图的话，你在开这个概念美术之前，你可以稍微计算一下它最后一个是哪一张图，因为它是56个，你要点进去看你才可以看完。但是你在列表的时候，它会有预览，所以你觉得说，这张可能像我是截一个李阳的那个拿斧头的那个背景的那个图，就是那个我觉得很符合这一代的印象，所以我想要这一张图的话呢，我就会从它的下一张图开始呢，先点进去，然后一直看，因为它看到最后一张图会到第一张去，然后再重新往下看嘛，所以我就可以确定说这一张图一定是我看到最后一张图，然后记得要把界面显示关掉，因为它会显示，它会截图的时候会把那个界面一起截进去，所以如果你把界面显示关掉，然后你再把所有图全部看一遍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白金奖杯固定在这张图上，就特别帅。好，下面呢就是难度杯，也算是白金里面比较大的关卡了。那这一代难度杯跟前几代其实我觉得跟8代吧，8代也蛮像的，就是类似的难度杯，就是说你需要用比较高的难度去破完一轮，然后呢也需要用疯狂难度去破完一轮，然后疯狂难度只有在就是破完第1轮之后它才会开疯狂，所以你至少一定要打2轮它才会有白金奖杯。如果你第1轮全部完全照着攻略去打的话呢，那你可能第1轮就可以把所有的上面的这些收集都收集完，然后模型都搞好，然后打倒幼体，就是这些收集杯全部清掉，然后上面这些奖杯你可能也全部都清掉了，然后就剩下下面的这种比较难度比较高的这个疯狂奖杯需要去解，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2轮了，就是你第1轮把所有东西清掉，然后第2轮再把剩余东西补一补，2轮就结束了。然后呢，下面这个就是疯狂难度通关的话呢，我就会建议说你是直接买 RPG， 然后加上无限弹药，等这个点数存够了之后，你就直接去挑战疯狂难度，这样是最简单的。因为疯狂难度，如果你在有无限子弹跟有 RPG 的情况之下，其实算是没有太大的难度了。我觉得整体而言，跑起来中间有几个比较有难度的地方，其实是可能你中间会有一些剧情是你手上的枪不够，它会限定你用某些枪，或是某些枪会消失。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难度就会变高，然后或者是说它在这个剧情流程中，它是给你特定一把枪，那这种剧情流程反而是最难的，因为其他的状况 RPG 都是所有的僵尸都是秒杀，就你射一发就死了，然后 BOSS 也是射一发就死，然后你用无限子弹的情况之下，其实大部分的东西就是很好清，然后在女主角这边的话，其实也是差不多的状况，就是你有无限子弹的情况之下，你稍微拉一下怪，然后清一下，就是很快就可以结束了，所以这个疯狂难度反而是蛮简单的。然后4个小时这边，这个呢，我觉得你只要熟流程，然后或者是你直接去看攻略，这个4个小时应该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因为我第2轮破完之后，
我记得3个小时出吧，3个小时10分还20分之内就破完了。然后我就是，而且是疯狂难度，就是我在疯狂难度，然后跑无限子弹加无限火箭筒，然后3个小时10几分钟大概就跑完了。所以这个地方算是蛮简单的。然后这个你要跑4个小时的这一个奖杯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难点是它，如果你死掉，因为它有些地方可能是，譬如说剧情杀，或者是你触发到某些机制就死掉了。你死掉的时候，你不能按继续，你要按载入游戏，因为如果你按继续的话，它的那个4小时的时间是会继续算的。如果你按载入游戏的话，它就不会继续算。也就是说，像我之前一开始不知道的时候，我都按继续，所以我后来才发现，等一下不对，那个时间好像继续跳。那这个时间你可以在游戏里面的成就里面看到，所以我后来发现，时间会继续跳之后，我才知道，如果你按的是载入存档的话，它是不会继续跳的。那这样就可以节省掉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如果我早点发现这件事情的话，可能3个小时左右大概就会跑完疯狂难度的一轮了。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重点吧。然后他这边有特别说，他是需要取出这个道具之后并且通关，所以你在遇到这个道具选择的时候，你记得要按取出，然后反正它有几个选项你就是记得按取出才可以算在里面。然后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点，要记得，不然你要再跑一轮了。然后下面这个不嗑药跟不用采血器，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不嗑药也算是一个蛮经典的奖杯，就是从过程当中你都不能使用任何的药草或是医疗注射器，但是你可以使用血量增加的那个道具，就是它有一个血量上限提升的道具，你血量上限提升之后，它会顺便送你回满血，所以这个道具是可以用的。但是药草啊跟注射器这些都是不能用的。那用下去之后，你可以直接去成就列表里面看，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知道说这个道具是有用到没用到，它会直接有一个那种就是史称达人34吧什么的，反正它会有一个那个奖杯的名称，然后那个名称它会直接告诉你你有没有使用几次药草，你有用过1次药草的话，它就会记上去。然后游戏里面它的那个有一个快速使用药草的道具，我记得原本是 R1 吧还是上，反正它原本那个很容易误触的地方，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解成就的话，你就直接把这一个按钮直接改掉，改成另外一颗键，或是离你，如果你是用 PC 版的话，就改成比较远的那种键。然后我是手把的话，我记得是改到上吧，就是尽量不要去碰到那个键，因为它很容易就是你不小心摸到，然后它就然后就一个补血呢，你就哭了。尤其是如果你在顺存档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一阵子没存档了，就要读比较前面一点，所以我按到2-3次之后，就赶快把它改掉了。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下面这个极简主义者葛雷斯流程不用采血器光，就是我刚刚讲的，我建议就是他桌上会有摆采血器，你连拿都不要拿，就完全不会误触这个功能的，不然也是很容易跟那个药草还有医疗注射器一样，就是你不小心摸到，然后他就就去采血，然后你就奖杯就要往前读档了，这就是比较讨厌的一点啦。所以这2个地方我建议就是改按键跟直接不要拿这个道具是最简单的。然后药的话呢，也是可以跟上面这一种通关的时候一起解。然后我建议就是因为这3个东西嘛是比较难度比较高的，所以你可以譬如说第1周目你直接用休闲，然后你在第1周目就直接解这3个，这样也行。其实我第1周目就这样做的，就是你直接不要用任何的草药，然后也不要用那个采血器，然后你你第1轮要4个小时应该不太可能，但是这2个东西我建议就是你可以在第1轮做。那你第2轮的话，或者是说你第1轮是完全不看攻略的，然后你就是轻松玩。那轻松玩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就是第2轮的时候，你可能就把它调成休闲，然后顺便跟上面的采集奖杯这种收集奖杯一起解。然后解完之后呢，把这2个一起解掉，然后第3轮再去把疯狂难度再打一次。那这样的话应该就挺完美的。然后比较快的方法就是2周目去解这个，然后比较快的方法就是1周目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这2个解掉，然后用上面的这个攻略方法去把所有的这些收集也全部解掉。那这第1轮解完之后，第2轮就只要速通就可以，就完全不用去管其他任何的这些采集，或者是说第2轮在跑到一半的时候，你要记得说你哪个东西没解到，然后记得去把它解起来，然后这样的话也行。但我建议就是3轮比较简单啦。好，下面这里呢算是比较容易漏的，就是在中间会有一场高速公路的这个追击战，然后这个追击战它可以拿冲锋枪，然后冲锋枪你要记得去射维克多，就这样。就不多讲这些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反正这个冲锋枪你可以不射它，有些人可能会漏射，反正它出现在你前面的时候，记得去射它的枪你就跳奖杯了，就这样。然后这个解起来比较麻烦一点，就是里面会有那个
那叫什么舔食者 Licker 啊，反正有这个怪物出现的时候呢，里昂是有斧头的嘛，所以你要拿斧头去把它的舌头砍下来。然后这个难点在哪里？就是它是需要完美反弹才可以去砍到舌头的，所以说你要一直弹反，一直弹反，你可能留一只在那边，然后就一直跟他们那边玩，一直弹反。你如果是不完美的弹反的话，它也是会把它的攻击挡掉，可是不会有砍舌头这个动作，它只会弹掉而已。所以你要抓到时间点去把这东西弹掉之后再去砍舌头，就是你要抓到完美反弹的那个时间点，比较麻烦啦。但是就是留一只怪这边慢慢弹，其实还好，蛮简单的。然后主线有2个歌手僵尸，那2个歌手僵尸是可以绕过去的，所以你一开始子弹不够的时候，可能会想要跟我一样，就是绕一绕。但是如果你要解奖杯的话，就记得就是某个存档点可能是譬如说你在快结束这个篇就你那个章节快结束的时候，你就直接去把这些僵尸干掉。那或者是你可以用里昂，里昂就很简单，因为里昂可以用斧头，可以用体技，然后他就可以直接去把我的玩法是我在切换到里昂的时候，我就把所有僵尸都清掉，我看到什么人我都把它干掉，所以这个中途流程就把它干掉了。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像我一样把所有见人杀人、见鬼杀鬼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漏了。然后在东侧病房区引诱其他丧尸攻击其他丧尸，这个我觉得还算蛮简单的，就是里面有一个比较疯的一个僵尸，就是他会一直说好吵啊什么东西的，反正那个僵尸你拿瓶子去引诱他去，你拿瓶子去砸另外一个僵尸，然后那个瓶子会在那个僵尸头上碎掉，然后那个觉得东西很吵的那个僵尸就会去敲他了，所以这个还蛮简单的。但是如果你平常都是跟我一样绕来绕去的话，有可能这个东西会漏掉，但是就是记得要在最后留一个存档点，每一个地区结束之前留一个存档点，跳着存，不要一直覆盖下来。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在游戏里面它大概有分3大区域，那一个区域就是疗养院，然后一个区域可能是万雄市，然后还有万雄市的中心，这3大区域结束之前都蛮明显的，会告诉你说这个地方可能快结束了，然后就是东西都收集完了吗？这种就是它会有很明显的要离开的这个剧情走向，所以要离开的这个剧情走向之前呢，记得存一个存档，然后存在譬如说倒数3个之类的，这样你漏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回来补。然后像我中间的话，我记得我漏一个浣熊吧还是什么，反正那个时候你可以就读这个档，然后回到那个区域去把这个奖杯补掉。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再重新再多破一轮的时候才去解这个奖杯了。然后今天大家可以就是多存几个档，就是这种跨区域的时候记得要留，不要覆盖掉了。好，那大致上呢就是这一些奖杯比较简单，或者应该说比较难的地方。我觉得这款游戏相对来说没有太多的难点，那难点可能就是游戏流程当中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或是说这其实多破几轮你也是可以。那他破一轮，你看他奖杯4个小时就可以拿到嘛，所以顶多就是说你再多花个1个下午可能就可以拿到了。那以我自己的白金时间来说，我看 PS 上面的记录是说17个小时，那我觉得差不多了，大概就是15到20个小时之间就可以玩完的。所以如果大家不想要被剧透的话呢，就感谢，那就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想看到我的心得的话，就到我的另外一支影片。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讲一些跟剧透有关系的奖杯。好，就给大家时间到这边，然后继续往下喽。重大剧情奖杯4个，这4个呢，就是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就是你这个一定是可以拿到的啦。那这4个就是说，你游戏过程当中的流程杯，但是这一个你刚刚讲到嘛，取出来通关，这个其实就是跟刚上面的奖杯会一起的，你要取出才可以。那这4个其实没什么太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就是说你一定要取出才可以拿到白金，然后才可以拿到这个奖杯，就走这一点需要注意，其他的也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大致上就这样，好啦，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感谢大家。